沟通心理学。瑜伽大师 Yogi Bhajan 是沟通心理学的博士，他对话语的力量和沟通的艺术和重要有很多精辟的教导。在这集影片，我们要来向你报告一个很有趣但有点生硬的沟通心理学。毕竟沟通是两个人之间的事，了解简单的生活心理学，它不是单向的交通，就像拍手需要两只手。瑜伽快报，快乐的向你报告。你好，我是明珠。瑜伽快报，我们用瑜伽的角度来报道不同的主题。在人类历史上，人类努力学习，但常常很愚蠢，给自己带来很多痛苦。宗教就是从这些苦难中诞生的。一开始并没有宗教，人类只有一种宗教，就是活着，那就是宗教。由于人们不了解沟通的心理，无法密切关注它，就造成了沟通不良和误解，最终结果是一片混乱。从混乱中，人类想变得更有智慧。为了变得更有智慧，人们想要知道，要知道，人们想要体验，然后人们就制定了某些伦理法则，某些道德法则，某些灵性法则。所有那些道德、伦理、灵性的法则，把它们放在一起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，就成了宗教。后来人们审视了那些法则，审视了宗教和那些给了他体验的实践，于是人们开辟了一条美丽丰富宗教的道路，但是它无法行走。那就是人的故事的总括，他知道一切，建造一切，做一切的事，但却不知道如何生活。人无法按照自己的规则活着，人无法刺激自己的腺体系统，人无法维持自己的神经系统，人无法调节自己的循环系统，人无法净化自己的血液，而血液滋养着他的身体，并赖以生存。我们的伟大和我们的渺小之间的差距是如此的巨大，它可以创造一个鸿沟，可以把整个地球容纳在其中。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有宗教，但无法实践它；我们有纪律，但做不到；我们有个性，但无法表达；我们有立场，但不能坚持。天哪，我们什么都有，却什么都用不了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讲话不是讲话，讲话是为了沟通，那是第一条规则。现在我们不是在学习灵性的伦理和道德，我们在学习沟通的心理学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负面的沟通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并且始终觉知到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当你想毁掉某人时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对那个人产生怀疑。在沟通心理学中，第一条法则是永远不要直接的说任何关于一个人负面的事情，但在沟通中创造疑惑，这就是所谓的二元性。第二部分被称为挑战，间接的挑战情境或个性。有两种方法去挑战，一种是直接的反驳，另一种是礼貌的绕着它转。礼貌的绕着它转会让你很痛苦，而插嘴对抗它则会让你坚强。选择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要反驳任何负面的事情，不要反驳它，而是插嘴。这是一条针对女性的法则，这是秘密。插嘴，但不要反驳，因为一旦你反驳了，你就必须承担它的全部重担。但是插话，它可以让你赢。是什么让一个女人痛苦呢？反驳。每当你要反驳时，要么流眼泪，要么大发雷霆。你会生气，你会大骂，要么你会变得粗鲁无礼，
那就是你所能做的，因为那不是你的方式。但如果你用插话并加入幽默，那么你永远是安全的，对方不会说太长的话，也没有人会理解它的意义。所以当有人挑战你创造恶言性，因为为了愤怒和诽谤而决斗，那就是他自己的死亡。别当个实心板让他打。在沟通中，你要看到我走投无路，我要看到你摔倒，但不要受伤。要记住，在沟通中伤害别人对自己是非常危险的，那对你来说是最糟糕的。沟通应该是在任何情况下对方都不会感觉到受伤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人分成恶言性的弧线，把它撕成两半，做任何事情，但要用幽默的方式去做，那样你总是在它下面放一个垫子，那就是沟通的艺术。学会这3件事，我们应该完全的有礼貌，要非常的坚定。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。我们的礼貌不应该显得肤浅，应该经过绝对的训练和礼仪。而且你应该绝对的要让另一个人感到困惑。如果我们不能混淆审讯，我们已经输了。现在我们不是在学习灵性的伦理和道德，我们在学习沟通的心理学。伦理和道德是人为的法规，人类让它变得美妙，他们是最高的，他们是完美的。但是如果你不能在沟通中困惑和分散一个人，那么最终就是会发生争吵。不要挑衅的伤害，沟通可以成为最糟糕的伤害，它比一把剑、一把刀，比任何东西更厉害。只要有意识的了解，沟通是最高的艺术。在没有透过有意识的心智观察的情况下，不要随便的讲话，不要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沟通，否则会给自己和对方带来麻烦。这样我们就不会落得脸色花青、言语侮辱的下场。事实是，一旦我们情绪激动或愤怒地说话，而我们没有意识的背景，并且不监督沟通，那么那些沟通就会造成很多麻烦。沟通的基本心理是，不要在别人和自己身上制造一种攻击性的态度，要持续的沟通，不要讲得低俗，也不要讲得太深。交谈只是为了沟通，深入的交谈有时非常危险，它给人们带来很多痛苦。低俗的交谈是浪费时间，所以我们必须沟通来交流。沟通是神赋予我们的最高力量，它是我们拥有的最强大的武器。沟通是一门非常稀有和珍贵的学科，它非常罕见，非常珍贵。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沟通，沟通是礼物。动物说话，鸟说话，鱼说话，石头沟通，树木沟通，它是每个生物都必须震动的原则。所有物质的沟通能力是3英尺半，我们称之为能量场，它是心理的震动，没有其他的。所有动物都有3英尺半的能量场，每一个死去的东西都传达1英尺半的距离。每一样东西都是由电子、质子和中子、正负和中性组成的。每个分子、每个原子都有3位一体的跳舞，而那种舞蹈有震动，那只是一种沟通而已。每个人正常情况下，在每一侧都有9英尺的能量场，它意味着18英尺。沟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渴望，它可以有4种方式。第一种，我们只是想要沟通；第二种，我们想要给人留下印象而沟通；第三个，
我们想要传达信息而沟通；第四个，我们想要通过我们的沟通产生预期的结果。亚里士多德说，人是社会性的动物，我们不能感到孤单。首先，我们必须与自己的灵魂沟通，我们必须与自己的心智沟通，我们必须与自我沟通。我们要以3件事情沟通：我们的灵魂、我们的心智和我们的自我。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沟通没有界限。我们讲话，我们沟通，我们震动，无论我们想要称呼它什么，从逻辑上、心理上、个人上，我们都在其中。但是我们不只讲话，我们讲话为了创造影响力和环境。很多人的讲话有一个钩和诱饵，他讲话是为了创造影响力和环境，他想透过影响力和环境来创造领地。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沟通都有剥削的倾向。话语不会被制造出来，它们来自我们和我们的经验，以及我们基本的沟通。沟通的心理学和实践知识是创造爱和消除仇恨。爱具有一种力量，在爱中你永远不会有攻击性。如果你在爱中有攻击性，那么你就不在爱中。在爱里有攻击性是非常丑陋的。我们可以做的唯一方法就是做自己。当你想成为某个人时，那就是你摧毁自己的地方。话语是最终的力量，终极力量就是话语。话语就是神，神就是话语。没有东西在两者之间。富裕的秘密和心理学是像神一样说话。只需要学习一件事，从心到头的学习它。很多人正在创造的是头和心之间的斗争。当你无法决定心要说什么，头要说什么时，请对头说，也对心说，然后对你自己说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，而不是别人想要你成为的人。很多时候有人会说，好吧，我的头这么说，但我的心那么说。你的头说什么，心说什么，那就算了吧，他们都是你的。看在神的份上，不要分裂自己。所有人都说一切，但是我们对自己说的一件事，我们必须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说什么并不重要，每个人说什么并不重要，我们必须和自己住在一起。我们是人类 human being。 Q 是光环，光能量圈。 Man 是心智。 Being 是现在我们是神的心智之光。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。所有人生来就有罪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们并非因为罪过或罪恶而出生，不可能的。如果那是真的，那么我们就不是以神的形象出生的。选择我们想要的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出生的。神怎么样，我们就是怎么样。而且要记住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没有我们，没有人可以表达神。我们是全能神的投射性表达。我们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并非生来就有罪。我们会做错，错误是人为的。请不要寻找神，神并没有丢掉，他哪里也没去。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做任何事情去寻找神或激怒神。任何事情，我们所犯的最大罪就是当我们同意去寻找神，它意味着我们已经同意神丢掉了，我们只会去找丢掉的东西。当我们死后，我们的眼睛是一样的，耳朵是一样的，舌头是一样的，一切都完美，但我们再也看不见，说不出话来，听不到了。
因为我们内在的某样东西不见了，那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，在我们的整体中创造永生、永恒和永远存在的关系。因为我们是神的一部分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出生的，我们必须像神一样生活，实在和真实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也感谢你的订阅和留言和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影带见。